俄罗斯经费紧张的条件下，竟然还在发展已经被证明不行的核动力导弹。你没听错，那就是与美国冥王星导弹类似的核动力导弹。好家伙，这是要一条道走到黑呀！不过呢，大兵觉得俄罗斯这个项目最后估计也是被放弃，因为这类导弹的实战意义几乎为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海燕核动力巡航弹呢，是由全俄实验物理科学研究所和俄罗斯革新者设计局共同研发的。俄罗斯代号 9M730， 北约代号 SSC-X9 天云。而导弹最早公开面世呢，是在2018年3月份。俄总统普京当时呢，一共公布了6款新型武器系统，海燕便是其中一个。其余5款呢，分别是先锋和匕首高超声速导弹、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以及佩列斯维特激光武器系统。其实呢，根据此前俄国内消息报的报道，海燕的研制工作早在2001年就开始了。之后的几年里呢，它的研发进程一直处于保密状态。俄罗斯没有对外公布新导弹的任何资料，因此国内也只有零星的报道称，该项目2010年就在研发小型核反应堆，并在后来成功制造了超功率小型核动力装置，能安装在俄 KH-101型巡航导弹上，大幅提升作战性能。直到2018年3月1号，普京才首次确认海燕项目的存在，并且宣称已经完成了一些实验工作。目前根据美国情报机构的资料，海燕已在2016年6月在卡普斯金亚尔靶场进行了首次测试，次年年底又在尼奥诺克萨镇中央实验靶场进行了海燕的首次发射实验。2018年，普京在国情咨文报告中声称，已经在2017年底成功发射了海燕巡航导弹。在飞行过程期间，核动力装置达到了指定功率，并提供了所需的推力水平，能将研究中心转向制造全新的核动力战略核武器系统。不过呢，与此同时，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俄罗斯在2017年10月到2018年2月期间对海燕进行的4次测试，都是以导弹坠毁而告终。其中最成功的一次测试，导弹在起飞约2分钟之后坠毁至距离发射点约35.4公里处，而最失败的一次呢，则是只飞行了4秒。美国媒体认为，导致这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导弹起飞后核动力发动机发生了故障。时间来到2019年1月，俄罗斯又一次在卡普斯金亚尔靶场对海燕进行了测试，成功完成了该导弹小型核动力装置的相关实验，证明了核动力装置的性能足以确保海燕的无限飞行射程。不久，外交学者杂志向外报道称，这是目前为止海燕的第13次实验。俄塔斯社更是宣称，这次试射非常成功，并视其为突破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恢复美俄军力平衡的杀手锏。2019年2月20号，普京在2019国情咨文演讲中声称，一系列先进武器装备的研发生产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海燕导弹已经初步试验成功。紧接着转折来了。2019年8月，根据美情报部门的消息，俄罗斯纽诺科斯村附近军事实验场发生爆炸，事故造成5名科研人员死亡，3人受伤，而且事故发生后，当地辐射值猛增。之后，根据俄国防部和原子能公司证实，就是海燕在测试过程中，实验场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电源的液体喷气发动机发生了爆炸。据称，当时分别对发动机、火箭控制系统以及各分系统进行了测试。当集成组合测试时，发生了故障，导弹没能飞起来。后续2020到2021年，普京在2次国情咨文演讲中表示，海燕的开发工作仍在继续。2021年，俄国内多家媒体表示，俄罗斯已经在北极新地岛部署了海燕导弹发射器，后续将计划开展相关试射。而美国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中心根据商业卫星拍摄的照片分析，也证实了这些消息。同年8月10号，俄国防部长绍伊古要求项目团队抓紧完成海燕的研发工作，并且计划于2025年投入使用。那么海燕到底都用了哪些技术呢？与常规动力巡航导弹相比，核动力巡航导弹的最大优势呢，是源自于核动力近乎无限的续航能力。超远的航程不仅让导弹能打击地球上任意目标，而且空中待机时间也很长，再加上航程的增加，让航迹规划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导弹部署地点也更加灵活。这些呢，都是俄罗斯为何研发核动力导弹的原因。根据俄媒的报道，由于海燕采用的是核动力装置，无需考虑能量消耗，
它的飞行时间和距离几乎没有限制，大约是现役 KH-101空对地巡航导弹的数十倍，而后者的最远航程达到了5500公里，也就是说，海燕的航程达到了几十万公里。飞行期间，由于采用了地形匹配，使其能够迂回前进，进而实现50到100米高度的超低空飞行，借此绕过敌方的反导拦截系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打击敌方目标。现今，俄官方还未公布海燕的详细性能参数，但是根据此前俄官方所公开的视频，以及俄国内媒体的零星报道和相关评论，大兵对于海燕的性能参数有一定的推断。其弹体全长约为12米，巡航级约9米，弹体直径约1到1.5米，弹体全重约2.2到2.4吨，巡航速度750到900公里每小时，极限速度为1100到1300公里每小时。战斗部为赵敦热核战斗部或常规战斗部，动力装置为固体火箭发动机和涡轮喷气发动机。至于海燕的发射装置，从公开材料中可以看出由于海燕的体积要比现有的空基、海基以及水下发射的巡航导弹大很多，因此该导弹应该不会装备于现役的舰艇、潜艇以及轰炸机上。而俄罗斯实验时根据使用的机动发射装置，采用了 9K52 月亮 M 导弹系统的 9P113 型发射装置，该装置的储运发射箱长度约14米，最大直径2米。而海燕的控制系统呢，则是具有飞行路线编程的自主惯性控制系统，是有着根据导航系统数据和联合指挥中心数据修正的能力。与此同时，海燕还能实现飞行任务更新和飞行中导弹重新寻地。另外呢，它的作战系统还包括了飞行信息中心、远距离无线电通信设施、导弹系统的雷达和目标指示系统、导弹和核动力装置的维护和训练设施，以及军械设备和运输设施等等。另外呢，在弹体构型方面，海燕的设计与大多数现役的陆基和海基巡航导弹类似，有俄罗斯专家称可能是参照了 KH-101巡航导弹，只不过呢，尺寸和布局有些不同。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海燕视频画面可以看出，该导弹应用了4棱尖拱型弹头、矩形截面弹体、中等后掠的大展弦比上单翼、节锥形尾部以及 V 字形尾翼的设计。这种气动布局呢，不仅升阻比高，滑翔距离远，大展弦比确保了更远的飞行距离，中等后掠机翼更适用于亚音速飞行。不仅如此，俄媒体还宣称海燕拥有了隐身能力，也就是弹体使用了隐身技术。至于该导弹的动力装置，大兵认为应该是由巡航级和助推级两部分组成的。其中呢，巡航级包括中央机身主体，而核动力喷气发动机或助推火箭发动机则是位于弹体两侧，带有折叠式后掠机翼和尾翼。其中巡航级采用核动力发动机，助推级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那么海燕的发动机设计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所谓的核动力喷气发动机是指的直接使用核反应堆的热能加热空气膨胀以后产生动力的喷气发动机。过程原理是在导弹飞行中进入进气道的空气首先被预压缩，经过压缩的空气流经过核反应堆时，反应堆会对空气进行高温加热，这样的压力就会进一步增加，随后从尾喷管中喷射而出，产生巨大推力。此前呢，在分析海燕的推进系统时，俄军事专家曾给出了4种可能的核动力航空发动机方案。此外呢，还有核动力火箭发动机，只不过原则上并不适用于巡航导弹，在此不做分析了。在图中大家可以看出方案 A 和 B 是分布式核动力航空发动机方案，方案 C 是集成式发动机方案，方案 D 则是核动力冲压发动机。这4种方案中最简单的是 D， 但是冲压发动机却需要提前达到2到4马赫数才会有效工作。由于海燕呢是亚声速导弹，所以 D 方案并不适用，第一个排除了。至于采用分布式布局的方案 A 和 B， 这种布局结构适用于核动力发动机位于弹体两侧，优点呢是反应堆部分和涡轮发动机部分能分开在地域和功能不同的企业中独立研究。而相较于方案 A， 方案 B 呢，在辐射方面是最安全的，反应堆完全密封，发动机在工作时外部空气也不会通过反应堆堆芯，不会产生明显的放射性痕迹，更加难以被敌方侦测系统发现，称之为 B 式循环。至于缺点呢，是比较复杂，可靠性不是很好。
还有就是由于冷却剂作为热量传递的中间介质，其热效率太低。而方案 C 呢，则是这些发动机中结构最简单的。该方案的发动机核反应堆起着燃烧室的作用，加热来自压气机的空气，称之为开式循环，适用于核发动机集成在弹体内部，更接近于传统的航空发动机，热效率明显是高于 B 方案的。有鉴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较为发达的航空工业基础，直接使用核反应堆替换发动机燃烧室部分是有可能的。至于缺点呢，是外界空气直接通过反应堆堆芯会直接受到辐射照射，导致产生容易被探测到的放射性空气，因此隐身能力很差，而且会造成很大的核污染。再加上涡喷发动机内部空间狭小，不利于核反应堆散热，缺少防护状态下的高剂量核辐射对于发动机的金属材料伤害太大。长时间接受核辐射照射，一旦发生金属性质变化，海燕就很可能在飞行途中自毁。综合分析来看呢，虽然缺点明显，但是方案 B 和 C 依然有可能成为海燕的动力方案。只不过，就算解决了上述问题，海燕的核动力巡航导弹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成功的。作为核动力巡航导弹，它的优点非常明显，就是近乎无限的航程和巡航时间。但是由于此性能的核心呢，是采用了小型核反应堆作为导弹巡航动力，正是基于这一点，使其在研制和作战应用中面临着很大的技术挑战和风险。具体呢，有以下几点：其一，核动力装置的小型化问题。由于海燕的弹径达到了1到1.5米，在放置核反应堆芯并加装屏蔽层时，不仅需要实现足够远航程，还需要考虑足够大的核动力反应堆芯。此外呢，还要考虑与普通喷气发动机的组合，以及与发射装置的匹配等等。这些都是核动力巡航弹所面临的关键技术问题。而核心呢，便是如何解决核动力装置的小型化。其二，核辐射屏蔽问题。由于核动力巡航导弹的核反应堆在发动机工作时会产生核辐射，尤其是在试飞、实战和日常维护过程中。但是任何一款导弹在定型前都需要经过多次试射，定型量产服役后呢，也要进行抽检发射。对于普通巡航导弹非常正常的问题，对于核动力导弹而言呢，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因为导弹的每次发射都会造成严重的污染，就算是有着大面积无人区的俄罗斯，想要找一个合适的试飞地点，那也不容易啊。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在2017年1月、2月、10月，北欧国家都发现了辐射异常升高现象，这很可能就是俄罗斯正在进行核发动机地面实验或者海燕试飞造成的影响。虽然说法并未得到俄罗斯的证实，但是也说明了外界对其安全性的担心。另外呢，就算不看导弹本身的杀伤能力，它的发动机所喷射出的伽马射线和中子辐射也会使引擎本身成为一种武器，可能将杀死飞行路线上的任何人，导致其无法在盟国上空飞行。也就是说，如果真的要装备和发射海燕，俄罗斯必须确保它不会途经目标之外的任何国家。不仅如此，想要使用该导弹，它还需要建立维护它的专用基础设施。这种设施比现役导弹基地更加复杂，因为要维护的是携载核反应堆的导弹，再加上一旦量产，数量肯定不会太少，所需的金额也是一个大问题。毕竟俄罗斯太穷了。其三呢，是导弹的控制方面。这里的控制分为2个方面，一方面是核反应堆的控制问题，主要涉及到海燕在存放时或者待命巡航飞行时如何控制管理核反应堆。另一方面呢，是海燕的飞行控制问题。由于导弹的超远航程和巡航时间，而且要求地形匹配，期间呢可能会遭受恶劣天气，如何遇事规避，导航信号出现干扰或者受限时，导弹如何控制等问题，这都是海燕研制和作战使用中面临的挑战。因此，对于核动力巡航导弹来说，美国曾经这样评价：没有任何实战意义。总结来说，对于海燕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有待观察。一是目前导弹实验工作并不顺利，二是仍有很多关键技术的限制，因此大兵并不看好海燕的未来。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内指出。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之后大兵会为各位带来更多更精彩的视频。我们下期再见。